好，我们在检讨哈，老共最近常常演习，每次围着台湾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底怎么样？说大陆如果要打台湾哦，预警时间缩减。以前大家知道哦，你这个这个在旁边动员啊，在沿岸动员啊，基地怎么样啊，飞弹怎么部署，知道他可能要什么动作。现在哦，演习随时转成战争啊，所以给你防备的时间其实大幅的缩减哦。那另外呢，这个会不会由演习变成战争？就像俄罗斯打乌克兰，原来是演习啊。顾立雄说，国军要料敌从宽，哦，就算不是打仗，也要把演习都当成打仗哦。那另外呢，所以国军现在搞这个战备操演，哦，这个自走炮车呢在桃园进行战力保存，哦，战力保存是躲起来的意思，哦，什么叫战力保存？我保存起来不跟你拼嘛。对，我们都不这招怎么我也不懂，他们怎么弄出来的？空军要战力保存，叫老共一开始发动飞机，我们不上去迎击，我们躲到花莲的嘉山基地。海军只要老共一发动攻击，我们海军赶快跑到别的地方去躲起来，然后呢回头来第二击。那有没有第二机会不知道哦。那所以现在连这个什么云豹装甲车啊，连这个什么自走炮车都要第二击，而且云豹装甲车台北市都看得到啊，看起来蛮威武的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最近中共老军演嘛，所以美国现在用中共是 brazen 哦，明目张胆啊，而且 irresponsible 不负责啊，你这样为什么这样威胁别人啊？你们老共搞他的还不理你哈。那汉光演习现在是锁定2027年中共犯台，原来老美说2025就会打，那现在2025已经过了3个月了，好像也看不出要打，那就2027要打啊，说呢中共会犯台，所以呢老美叫我们，我觉得是老美。判断了说要锁定2027老共打我们，台湾怎么办啊？顾立雄呢就说呢，说有演转战的能力要应变啊，他们从演习变成战争，我们要应变哈。那另外呢，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嘛，汉光是呼应美方的推论，让演训更逼真。现在我们都是听美国人的，美国说什么打就什么时候打啊。那希望老共不要听，老美说你2027打，你就是不打，对不对？我就是不打哦，你不要傻笨蛋的上了当了哈。那说两岸军力倾斜，这没办法嘛。我们以前军力是比他强的，后来差不多，然后现在呢，他一年军事预算原来是你的17倍啊，现在台湾加到6000多亿，他是你的13倍啊，你怎么比嘛？你比这个比到什么时候？你越拖下去，你差的越多嘛，一定是这样嘛。哦，所以根本不能打了，扯来扯去啊，就不要打哦。老美也知道，所以老美呢，原来就是什么制空、制海、反登陆啊，在外海就把它阻挡了，现在都要打城镇战，打什么岸边战啊，打什么游击战。啊，打都市战就表示他已经上来了嘛？你自己想想，他如果上来还打什么？乌克兰国土是你的多少倍啊？17倍好像，对不对？而且你2/3是山，你就躲到山里面去打游击啊？怎么可能嘛？你叫谁去打游击啊？好吧，新加坡的这个教授哈马凯硕杰出研究员，他说呢，台湾已经越来越接近沦为监狱的。危险时刻，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不解哈，就是说明明两岸这个样子兵凶战危是很紧张的，你就要少惹他嘛，你少惹他，让他没有理由打你嘛。那你每天这边捅他，每天捅他，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你想要干什么？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吗？只为了这个吗？那你这个国家领导人，你看的不是全民的利益吗？不是一个长久的利益吗？只为了一己一党自私，然后短视尽力，然后呢，让外国人觉得你很危险啊。你知道干嘛呢？你没有事，你超没有狼给刚你在做什么呢？所以已经变成监狱的，要沦为会把台湾锁进一个小监狱，并扔掉钥匙，就你就在监狱好了，哦，所以台湾人自己还觉得很自大，没问题啊，来怕不惊西没那么惊的呢。人家外国人看你就是很危险的这个地方，在这种时候你在火线上面，你就是要尽量让人家忘掉你，不要去招惹人家，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我们看一下。执行 M160A2 炮操立即备战操演进入第3天，这个战炮排才从另一个地点转移到桃园区这间工厂。毕竟临近桃机一带，要负责确保关键运输点不能门户大开。269旅的云豹甲车周3早上奔赴台北港，要确保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前一晚夜宿公庙，这次操演采实地执行，也验证民间设施如何协防。海军能搭载雄风2型飞弹的光6快艇一早现身基隆八斗子渔港进行油料补给，用的是中油的油罐车。
另一头，周三凌晨12点，宪兵239营的云豹和迷彩伪装的6辆印第安快反连重机，从总统府旁的中安营区开出，前往海军司令部，验证战时卫戍中枢防卫能力。也有宪兵奔赴到中华电信机房，戍守关键通讯设施。首次登场的立即备战操演，验证的是因为担心共军若有训转战，国军应处时间被大幅缩减，有任何可能不寻常迹象，我方要如何用最短时间动起来？国防部最新公布4年期的国防总检讨报告中，同样指出中共犯台的预警时间缩短，因此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确定将设定以共军可能在2027年犯台的可能行动为小定期处。那所以汉光演习本来就会设定一个可能往后1到2年，有一些新式武器的扩装，我们有一些训练，要不断的透过验证。要拼贴近实况，毕竟共军威胁迫在眉睫，可不得马虎。连瑞士都关切台海情势，还有瑞士去警告北京当局以及中国驻外使馆，不要台海要和平啊，不要乱弄啊等等，他就是外国人都很怕，都很担心。我们是老神在在虽然顾立雄说我们要料敌从宽，但实际上我看也没有什么料敌从宽。维杰，我想我们记得赖清德在选总统的时候还讲说，他当选总统，中华民国是最安全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但是呢，你看从他上任以来一路到现在，我们居然连这个2027的这个共军犯台，包含整个路上的这些军车，其实一直以来都陆陆续续在出现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整个两岸的情势，就像刚刚赵哥讲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紧张的。不管你顾立雄讲的话，或者说包含赖清德总统所讲的，现在也把这个中国大陆呢视为这个境外的敌对势力。说真的，所有都牵动整个台海的一个局势。那这些东西呢，我说真的，一个执政党他必须要想想看，如何可以让整个台湾在这个地方可以长治久安。那但是呢，他把不管是从这个兵力的按照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现在把它设定成2027中共会武力犯台，包含可能现在中国大陆在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军演，都变成所谓的实弹射击的时候。但是呢，你对泰国人却没有特别的一个想法，说到底该怎么去因应这些事情。然后就像我们每天都灌输我们自己没关系，中国大陆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不用害怕有老美在背后撑着我们。那我们呢，这只要按照这既定步骤，跟美国保持非常的配合的友好关系，那中国大陆就不敢动我们。但是我说真的，其实两岸有很好的沟通的管道。该怎么去沟通，让整个台湾不用免于陷入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战况的一个当中？我想，其实执政党都一概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每次都是推给说，中国大陆一天到晚要并吞我们，就你们还在国内自己扯后腿。所以我就说，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可以和谈、可以沟通的时候你不沟通，然后把两岸的其实把它陷入在兵凶战危状态，这样再跟国人说我们要团结，要害怕，共同这个对抗万恶的这个共产党。但是呢，可以和谈，可以沟通，可以对话，说为什么不去掌握这样一个契机，要把台湾推入这样一个兵凶战危的一个边缘当中呢？我还是要问问赖清德总统，赶快把你的两岸政策跟大陆的对话把它拿出来，不要让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但我们来看这一题，就是说究竟和谈是不是真的有和平的保障啦？哈，那我们刚才前面有在讨论，就说川普跟普丁的这个热线，就也难怪那个时候泽伦斯基就会说可以谈啊，当然可以谈，可是谈完之后，究竟有没有办法落实和平的保障？这个和平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这个对于乌克兰、对于泽伦斯基来讲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所以就连这个川普跟普丁热线这个两方的说法竟然都不一样。一个说有谈到援助，一个说没有谈到援助。那又看到这个之前川普这个洋洋得意说，在他上任之前，他帮忙去谈的这个以哈协定以哈这个停战。从1月份开始停火，停到3月份，结果昨天开始又继续轰炸。那所以到底和谈会是一个我们希望追求和平的最佳的方式吗？那我们就希望我认为我自己跟赵大哥，我认为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台海和平。可是方法手段，我认为我们的论述的逻辑是，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和平，所以我们要让台湾自己的战力可以取到一个我们可以防卫自己的程度。那我们来看，当然演习就希望演的要跟真的一样嘛，演习能够发挥作用，就是要演的跟真的一样。所以在无论是武器或者是人员的培训上面，都一定要搭配相关的期程啦，哈。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急于在这个不管是乌克兰上面可以赶快停火之外，都看到一个关键的因素，也就是中国因素。是现在不只是瑞士哦，其实北约现在在讲说，很多欧洲国家在开始增加自己的军备经费，连北约的秘书长都出来指说，北约国家应该要增加军备，从经费到武器都要增加。他们讲的不只是防卫俄罗斯，还包含中国在内。麦思燕，这个我想大家的想法都一致，希望两岸和平，只是说做法很大的不同。刚刚前面赵大哥讲到很多您不解的地方，这个最大原因在什么？因为民进党现在是政党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所以他现在在做的做法，自然而然。大概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想通，所以2027过去都讲说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共建军100年，但我个人认为2027不太可能。第一个原因，他如果真的2027要打，他不会大张旗鼓让你知道，他不会讲说，我今天来扁你喽，准备好哦。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美国不管在日本或者是关岛，最近它所有的防御的提升，包含比如说像它的核子这个攻击潜舰在关岛。它的飞弹防御系统在关岛，还有在日本的提升，我觉得都不太可能让中国在2027这个时候就去动手。第三个，我也认为中国现在它的军力在追赶美国，但还不至于超过美国。它没有十足的信心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它是不太可能在2027去做任何的大动作。那刚刚前面讲到汉光，我们当然要演得像。可是重点是什么？如果这个真的是像的话，我们就完蛋了。为什么我这样讲？我的选区是新庄，前2天那个马路上面就是阿兵哥在行军，你知道吗？当然民众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汉光演习，这毫无预警的看到这么多的军人，那个地方脸书社团里面大家吓了半死，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真的像，那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巷战了。如果台湾真的走到巷战了，这个后果我们无法承担。基本上了哈，就是说，你看当时这个越战。巴黎和谈，或者现在俄乌的讲说要讲和谈，都是已经打到最后了，打了很多年了，死了很多人了。然后呢，其实已经看得出来一方比一方有优势了。那个时候你再去和谈，你但怎么会有好条件呢？怎么会有好条件呢？所以现在最重要是不要打嘛，你不要打就没有什么打仗的和谈嘛。你再打起来就完蛋，你台湾能打吗？想想看，继续再回来。好，台积电又要到美国去嘛？川普已经帮他加码了2000亿美金啊，而且要揪团，因为 Arizona 的州长也来了啊，希望台湾揪团。商周也做了一个调查，80%的下游产业都要跟着去。对啊，因为龙头如果没有龙尾就不成龙头，龙尾没有龙头呢，有失去的方向，所以都要记得一起去。何幸乎来啊，行政院连连按赞，太好了，都去了，最好都去了。护国神山也跑了，细盾也跑了。哦，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原来一直讲说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是细盾，哦，台湾干啊安啊，不要怕啦，美国会保护啊。那川普现在给你搞走了，而且还说台湾没有了以后，我们美国更重要了，影响更大了。哦，现在至少40%在美国做，啊，以后呢，只要没有台积电，我们80%都在美国做了。所以呢，你护国神山跑你怎么办呢？只好讲说，哎呀，他去很好啊，这个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我先问你简单一个问题嘛，如果没有美国的压迫，台积电会不会去？不会，这最简单一个道理吧。如果是没有你的川普，他也要去，那没话讲，那他的这个企业生意的决定。假如说因为你压迫才去，川普自己都讲啊，你看我要加他关税，他自己跑来了，不是川普这样讲吗？对不对？所以呢，按赞你按个什么赞啊？这遮羞而已啦，哦。那另外呢，还这个我们驻美代表于大雷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一直想说最先进不可以去，最先进留在台湾。好，于大雷说呢，不排除最先进的晶片在美国生产。他为什么要讲这话？他在美国啊，他都不讲这话，说我们把次要的次等送到美国来。川普说你什么意思啊？你骗我啊，你糊弄我啊，你把我当成笨蛋啊，不要当成凯子啊。所以那天那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就是说，最好的研究都放在台湾，我就想说 AIT 一定要抱回去。AIT 这边都是聋子，都是瞎子啊，
他不会报回去啊。所以他说这个最好的研究人员都在台湾啊，最好的，而且你挡不住的啦，因为他在那边找人哦，他会找最好的嘛。另外呢，台积电一定有很多人想要到美国去嘛，为什么？有绿卡啊。一个金卡500万美金呢，所以你到那边去就绿卡就拿到了，家人也拿到。台湾两岸这么紧张，很多工程师我干嘛招惹人跟你这个受这个担惊受怕？我走了就走了嘛，就顺势就去了。待遇没比较差，苦这台湾一样辛苦啊，不止在美国啊，所以呢，这个于大雷就说，最先的晶片会在美国生产啊，打脸这个赖清德啊，搞不好很快就调走了啊。但是他不这样讲怎么办嘛？你自己想想看嘛，你要拍川普的马屁。对不对？你要说把次等的给人家，那你这不马屁拍在马腿上吗？台积电会变成美积电？我们的这个刘进清啊，刘进清是国发会主委说呢，台积电有能力保护自己，没干了，不需要靠我们保护它。事实上也是，你们怎么保护它？对不对？你们至少帮他讲讲话啊，跟美国至少要讲讲啊，争取一下啊。你们都不讲，还是暗赞，还说太好了，我们这个台积电现在是合翻，合得太好了。嫁个美男子啊，然后呢，这个说呢，你看 NVIDIA 来台湾也设了点啊，也没有变成台湾会的，这讲什么话嘛？台湾是你 NVIDIA 的主要市场吗？当然不是嘛，美国才是你主要的市场啊！而且台积电70%几都是几乎都是美国人的这个股票资本啊！你看台积电的这个董事，好多个都是外籍人，不是我们台湾人啊！所以这跟 NVIDIA 你就乱比喻他们，就是，我常常觉得你这些大官这样一讲，我就看穿你了。原来你的逻辑感这么烂啊，你的程度就这么烂啊！你还当我们整个国家经建规划的总设计师、经建会主委，你光讲这个话，就让我觉得说你是哪有资格呢？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以后我们会把它留下来。报告委员，不是台湾的产业移到美国去，不是，我们是攻城略地。台积电将赴美投资1000亿，但也引发产业链出走的疑虑。不过各部会经聚联发很有信心。这怎么会是供应链出走呢？台积电的供应链你只有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放给 Intel 现有在美国的供应链来做台积电的供应链嘛。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供应链过去，但驻美代表似乎说了大实话。我驻美代表于大雷近日接受专访，谈到台积电赴美投资，就说台积电最先进的晶片会先在台湾制造，一旦技术成熟，就有可能在美国制造。台美的下一个目标之一，就是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抛出台美下阶段目标，但蓝委认为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在国际贸易上其实只是标配。面对外界质疑，国发会主委喊话，要相信台积电能保护自己。NVIDIA 来这边设点，它不会变成台湾 NVIDIA， 也不会泄露 NVIDIA 的机密。像台积电在中国设厂很久，但是没有一个机密外泄。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台积电有能力保护自己。台积电扛着护国神山的担子，如今将赴美投资，各界都关心下一步如何走，怎么走才对台湾经济真正有益。我真的觉得这个刘进清也让我跌破眼镜啊！当初这个内阁的话，就是他跟我们国科会的吴成文2个是靠的就是以专业来取胜。当然郭智慧已经是 out 了啦，好不好？这个产业界的我们真的是已经开始不行了，都不行。可这2个基本上是有手，可是因为台积电的事情哦，让我也觉得对他们刮目相看啊。像吴成文昨天被问到了，他就说我们一次投资了3000亿在精算计划，就是有关于这个 semiconductor 的这样一个部分。然后呢，问他一些比较大的细节，为什么你1年要花8000万来聘10个研究专家？他说这是机密，任何事情都是用机密。好了，然后机密这个部分，这刘进清，你看刚刚问的这件事情来说，他的那个逻辑，我真的觉得是否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在，你不能够违反政府的最大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谈到台积电，我们都不能讲出任何的话。我的小孩，我的先生在美国工作的话，我只要一质疑台积电，我就会变成我是疑美，然后呢，在美国我就要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酸民的批判。台积电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来做一个讨论。像你刚刚所提到于大雷，我说实在的，跟韩院长在美国的就职典礼当中，跟所有的美国高层在对话的时候 ，semiconductor 这是一个 key word， 好不好？而且是一个先进的，如何能够帮助大家共同台美之间能够把这些先进的技术，然后大家可以共创一个比较双赢的局面。所以于大雷他现在讲的跟他过去讲的理论上是完全是一致的，这也是美国对于台积电的一个期盼。所以台积电 R&D 它本来就是放到这个美国去了嘛。我们唯一现在还可以掌握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因为台积电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要穿的衣服，要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现在在聘请这个劳力的层面里面，以菲律宾人是最大宗，其他人其实很多的美国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现在还有非常多的那个劳工的一个纠纷，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像台湾这么快速的一个人力，所以说 R&D 过去之后呢，当然会把我们整个很大的部分，而且我们还问到了封测厂也要过去了，因为他们是一块链的，你不可能在那边生产之后你到这边来运回来，这是不可能，所以整个大迁移这是完全确定的。我们今天生气的是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台积电当然有能力保护自己，它比你台湾政府还要更厉害。台积电有它的商业考量，可是你政府面对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搂头做出任何一个作为。经济部长在状况之外，投审会也不能不答应。然后你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办法为他讲任何一句话，你还不断的鼓手说很好，因为为了发展让台湾能够被大家所看到，你能够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台积电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属于台湾，大家都知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能够为台积电做了什么？然后我们的双重课税，我们这有关双关贸易当中，这也是附带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解决？没有，你现在只是当个拍手鼓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说实在的，我们要你这个政府干什么？再次强调，台积电不是不能够质疑，我们是在希望能够产业留在台湾。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被框上一个以美论的话，我真的觉得台湾真的是太悲哀了。佩翔。我认为于大为这个我们于大雷好像吃了诚实豆沙包了，我觉得这个是他一致，他是一致，但是美国嘛，他是美国，他不能讲说台积电呢不要怕，它只是二流的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研发，不能这样讲嘛。我回应一下刚刚志恩姐讲的，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们台积电在台湾的员工差不多7万人，那我们知道美国人口是3亿多。你3亿多的人口要取代7万人甚至到10万人是很简单的。你说用找菲律宾人，一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台湾，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们台湾的薪水差不多是美国的1/3。你出4倍，自然会有人去，不是台湾的去，全世界各地都会往台积电那边跑。而比较尴尬的点是在于说，我们刚刚在前面有讲到 Hutchison 对于香港，也就是黄记合浦啊，长江合记对于香港的影响。长江合记当初在香港的时候，因为香港也是个以航运起家的港口，那可是现在，就算他现在在长江合记在香港只占于12%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香港政府对于那个长江合记离开之后，他们的强烈反应。台积电占我们台湾总产业的百分比是远远高于黄记合浦啊。那变成是说，我们的经济部、我们的行政院遇到像这样的状况，我们没有想办法说把他们留下来，没有想办法帮我们多讲一点话，没有任何制止的动作，让我们的 know how， 我们最核心的研发技术就这样被美国抢劫走。我讲的不是被美国移植走，是被抢劫走。如果比喻起来的话，如果我们台湾的整个产业链是皇冠的话，那台积电已经是上面最大一颗钻石。那美国用最廉价的方式，也就是抢劫，最不符合、最不花成本的方式，直接把它抢劫走了。那我们就还在旁边拍拍手，我就会认为说，这个政府是不是真的有把我们的业界、把我们的经济放在心里面，把我们的民生、把我们的工作机会放在心里面，还是他们只想到说未来只是讲有关政权，没有想到其他的事情？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台积电还是会活下来。因为就跟所有的世界上大型公司一样，它都是会活下来的。只是未来如果我们再这样放任下去，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放任了。台积电那个 T 可能会变成 A， 或者变其他的国家，已经不会是变成台湾的骄傲或者台湾的倚仗，它会变成另外一家跨国大公司，变成其他国家的经济栋梁，而不会是我们台湾的。而我们台湾的产业，因为这样会不会受损？我认为会。而且会不会再回来？我认为我不知道，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产业，尤其是半导体，它的核心就是台积电。那如果说我们在短时间之内，你说在3-5年之内，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核心，我觉得几率太低。基本上了啊，就是说，你就算我们也知道啊，你可能被压迫，你没有什么选择。样子要装一装啊！哎，这跟国格有关了。泽伦斯基也知道他没办法，但是到了白宫也要跟川普吵个架啊。我总是要把姿态摆出来嘛，才能够讨价还价嘛，对不对？所以之后不是又恢复了他什么军火啊、军事援助啊，还有那个什么情报啊等等之类的吗？啊，李嘉诚的从巴拿马运河卖掉，习近平也要生气，是我谈判的筹码。川普还没跟你台湾谈判呢。因为你去年外销赚了他600-700亿美金，是等于除了中国大陆第3呢，加拿大、墨西哥就是台湾呢，他没跟你谈呐，你就自己跟软骨头一样，通通给人家了，啊，衣服脱光光了，就变成这样啊。你至少
我知道跟你表示一个态度嘛，谈判之后一个 package 一个整体，然后我这个让你，那个不让你，这个让你，那个让我，这是个谈判技巧啊。所以你看川普现在多得意啊，到现在为止无条件投降只有台积电，其他都还跟一下，加拿大也要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墨西哥也要跟一下，所以川普也说好吧好吧，那我再延1个月，好，我再延1个月，好了好了，不是这样子吗？那川普怎么讲台积电？2000亿美元，而且呢，我还没动手哦，我只是说要加你关税，就自己跑来了，不是这样子吗？你国家跟国家谈判有这样子谈法吗？休息一下再回来。